我們都知道，現在中日的關係非常的緊張。結果什麼？我們之前不是講嗎？12式飛彈已經放在這個熊本廠這裡。結果今天怎樣？正式成軍。這次成軍之後，《華爾街日報》它刊出了這一篇報道，我覺得太有意思。為什麼很有意思？我今天看到他說，日本在靠近中國的西南島嶼加緊設防。裡面最有趣的是這一張圖，這張圖裡面他已經把他12式飛彈的所有的設想響定都已經呈現在這一張圖上。你看到一件事情，它有一個黃色線，這黃色線是什麼？是2025年12月中國航母穿越的宮古海峽，他特別把它畫了出來。那為什麼要畫得出來？因為它這個虛線圈圈裡面就是12式導彈可以射的範圍，所以今天我們都以為12式飛彈可能是針對於可能是防衛或是等等，但沒有想到，你只要敢穿過第一島鏈，目標就是你了。那麼為什麼是熊本？為什麼是九州？那麼很多人一定會不了解，說為什麼日本把這個改良過的12式的反艦飛彈射程從200公里增加到1000公里5倍，聽說再來要增加到2000公里啊。对。那麼為什麼是部署在這個九州的熊本，而且事先沒有經過任何的走漏風聲啊，就直接把它放在這個地方？對。因為那麼不是為了台積電去那邊投資啊，而是因為你沒有發現它在射熊本之前，先把這個琉球附近的群島西南諸島全部都已經擺設完畢了嗎？對，它在列陣，列什麼陣？那麼各位如果看這個日本的地圖的話呢，日本是4個大島嘛，4個大島，北海道、本州，然後九州4國嘛，那九州在除了琉球之外，是在4大島的最下面嘛。那後來西南半島呢，又整個下來，對不對？為什麼他先把西南半島？西南半島包括距離台灣非常接近的幾個島嶼，上面都放了各種的，包括雷達站啊，包括這個等於說各式的反艦飛彈，還有未來琉球群島還要放，那麼戰斧巡弋飛彈。那麼稍微我請問你一下，那麼琉球在琉球放其他的飛彈，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把這個可以攻地的這個戰斧巡弋飛彈射程1500公里的戰斧巡弋放在琉球？那請問你他要打台灣嗎？當然不可能嘛！他的假想敵只有一個，就是中國嘛，就是對岸的中國嘛，而且是中國的航空母艦。為什麼呢？因為呢，它的西南諸島跟包括九州這個地方，對，那麼中國的這個航空母艦呢，之前是不是跟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動不動就故意沿着那麼日本的幾個島的外圍，對不對？公海啊，故意給人家繞嘛，故意給人家繞嘛。最離譜的一次，直接竟然繞到了橫濱的外海。你如果是日本政府的話，你可以接受嗎？冰斗了。橫濱的外海，如果你去橫濱港，你就知道。橫濱的外海，橫濱的另外一邊就是橫須賀軍港，然後呢，橫濱的上面就是東京啊，東京它簡直就是直接對準人家的這個首都嘛。那我問你，那我日本要如何防衛這個關東？如何防衛我的這個東京？防衛東京不是在東京的細口令燈放一大堆飛彈，不是，我是要把飛彈放在西南諸島跟這個九州就可以了。為什麼？因為很簡單，我在這個地方放了以後呢，就好像我的2隻腳形同犄角一樣。你沒有發現它放這邊了以後，不管是中共的哪一個航母艦隊要過來的時候，全部都在12式反艦飛彈的射程裡面。對，全部你把它畫一個圓圈就知道了，畫一個圓圈就知道了。這個12式都是這麼大，對，這麼大。而且我覺得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我們都以為西南諸島這個地方應該是日本的重中之重，但是我們看到這張圖才知道，九州才是。沒錯。太可怕了！重中之重的才是九州，而且呢，九州包括03式的防空飛彈也放在這個地方。也就是說，03式的防空飛彈它的射程，它是取代英式飛彈，射程雖然不夠，沒有那麼遠，但是包括愛國者飛彈，包括03式飛彈，還有它神盾艦上面的標3飛彈。對，美國賣我們標1飛彈，賣我們標2飛彈，不好意思，標3飛彈不賣給我們。你知道標3飛彈有什麼功能嗎？標3飛彈有個功能是，它除了可以打擊防空之外呢，它甚至可以直接把大氣層裡面的飛彈，那個衛星、人造衛星打下來，北斗衛星都打得下來。美國的 F-15都利用標3飛彈直接打下來了，而且神盾艦也直接發射，從神盾艦發射直接把人造衛星打下來。所以呢，標3飛彈也給它了。那麼這些地方呢，事實上日本的戰略很簡單，九州這個地方還放了一個號稱叫做。日本不能有軍隊嘛，還沒有修憲之前，
日本號稱是相當於日本的海軍陸戰隊最強軍力，也放在這個地方。對，也就是說，我陸海空全部都放在這個地方。那西南諸島的部分呢，它也是成為另外一個犄角。跟誰犄角？跟台灣第一島鏈成為一個犄角。對，為什麼？因為我要防範。不好意思啊，他也不是為了要所謂日本有事啊、台灣有事、日本有事，所以要保護台灣，不是的，他要保護他的日本。對，因為呢，美國的航空母艦還沒有來之前呢、那個中共的航母呢要進出，一定會經過台灣的兩邊。一定會經過台灣的兩邊，所以台灣的包括樂山雷達包括這個反艦飛彈呢，事實上台灣的反艦飛彈數量之多遠超過日本，所以他只要跟台灣合作，我們互同犄角。那中共的航空母艦要出去之前那麼日本早就已經做好了相關的準備，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日本把它這麼重要的幾個飛彈，不同的飛彈，我還沒講到400枚的戰斧巡弋飛彈，都放在台灣的旁邊。金明哥，我們之前台灣不是跟韓國在吵一件事情嗎？電子的入境簽證為什麼是寫 China 後面括弧台灣，氣得要死。結果今天韓國把它撤了下來，非常好。但是今天韓國又公布一個秘密檔案。聽到我嚇一跳，他說原來當時江澤民要訪韓國的時候，讓北韓非常的不爽。北韓竟然說什麼？那我去跟台灣來建交嘍。為什麼說台灣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對，1995年北韓也知道台灣非常重要，因為台灣就是中國那個最痛的，你只要往那邊戳你就對。台灣的重要性從1995年就不一樣了。是，記不記得95年之後的隔年96年3月，我們不是舉行了這個總統大選，對，第一次總統直選，然後不是老共也發射了這個飛彈，也是96年的這個台海飛彈危機嘛，所以當時全世界國際都在矚目。30年前，還有包括31年前那一段緊張的局勢，也帶入大家拉進那個時光的這個隧道。可是大家不曉得是，隨着韓國公布了這一批這個當年敘述31年前的外交文件，大家也才知道，原來韓國跟北韓也有像這個在台面下的這個明爭暗鬥啊。對。那當時這個北韓不止抗議了這個中國而且在那一年5月份，因為那一年是11月年底的時候，江澤民才去訪問韓國嘛。在他半年前，也就是5月的時候，中國外交部旗下有一個國際問題研究院跟這個北韓的外務省他所屬的一個軍縮及和平問題研究所，等於都是雙方的智庫成員在進行交流會談的時候，北韓就跟這個中方抗議了，就已經跟他們講說，你們這樣子跟這個韓國因為當時中方就關切北韓說，你們最近跟台灣好像關係不錯，你們要顧慮到中國跟朝鮮是特殊的關係，這中國跟北韓的關係不一般你這樣子跟台灣想要試圖發展關係的話，那怎麼可以呢？就是有點提醒他們，警告他們。對，這時候沒想到北韓還嗆他們，你們都可以跟這個韓國高層都可以回這個交流了，那為什麼我們北韓不可以跟台灣這個建立關係，不能跟台灣發展關係呢？然後當時這個北韓還講，聽說江澤民主席要去這個韓國，年底要去韓國訪問。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話，因為那時候是發生在半年前，那北韓也考慮要在對台灣的關係上發展相應的這個作為，也跟台灣考慮建立一個正式的外交關係。對，那中方聽到了這個北韓這樣講，當然嚇出一身冷汗而且不止這樣，我剛剛講的是1995年5月的事情，隔一個月，1995年6月。當時中國外交部的副部長唐嘉璇，他也訪問了這個北韓，然後到了北韓之後呢，大家那個北韓的這個他們對這個唐嘉璇也沒好氣還是不爽又跟他們抗議說你南韓跟中國跟南韓這麼好，對，那我也要跟台灣好。後來為了平息北韓的怒氣，中方的這個智庫他們對北韓的這個外交應該有建議他們的高層，所以江澤民在當年1995年10月，也就是11月，他去韓國訪問前1個月對，他竟然跑去了北韓駐中國北京的這個大使館，去參加他們那個北韓駐當時的這個勞動黨建黨50周年的一個招待會，給他按奶之類的，給他很大的面子，親自去那邊。如果當時的時光倒回去的話，歷史的發展，北韓要跟我們建交，我們到底是要拒絕還是這個答應呢？但是你現在看到韓國對这個台灣的態度，尤其是中國在跟日本引起了這樣的一個外交局域的衝突之後呢，韓國似乎嗅到了那個商業氣息，趕快搶着要搶中國客，把這個大量不能去的日本的這個中國客都來韓國好了。你看，光是看今年1、2月韓國訪問這個中國的這個旅客
大概就有63萬人。那中國訪問韓國去韓國旅遊的這個旅客，今年1月、2月就有95萬人，對，兩國加起來將近160萬人，比去年同期1、2月成長了35%啊。所以韓國有鑑於此啊，那乾脆他就又開始宣布說，對於中國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啊、蘇州、南京、杭州、廣州、夯不啷當這總共14個城市啊，我乾脆開放你們10年來韓國旅遊多次的簽證。現在中國跟韓國這麼麻吉，他之前已經，那北韓不是又要吃醋了？他之前已經給中國的這個只要來韓國旅遊的中國大陸的觀光客5年多次簽證，就是你曾經到韓國去旅遊的話，旅遊過了，那你再來韓國，我就給你5年多次簽證。這是韓國政府的這個開放，這是韓國的這個文化體育跟觀光部長崔慧勇，他這次特別宣布，除了5年多次簽證之外，他再發一次這個10年的，這14個城市的10年多次簽證。那當然，這樣的一個多次簽證呢，他着眼的是什麼？想要賺那245億美元，也就是7339億元新台幣的這樣的一個觀光收益。對，他們預估可以到將近7400億元新台幣的觀光收益。光是這樣子找了一堆中國大陸的觀光客，你來韓國玩，他就可以讓這個整個中國占韓國的這個外國遊客的總量啊，已經提升到30%，大概前5名啊，大概就是中國、日本、美國、台灣跟越南到韓國玩的，大部這2年，2023、2024到2025這2、3年來，大概都是這前5名。台灣人也不少，台灣人本來從80幾萬到90幾萬，到前年、去年已經成長到100萬、130甚至150萬。所以這次韓國，他雖然想要討好中國大陸，對他們的城市進行開辦，但是他也知道台灣也有100多萬的旅客人次來韓國玩，也不敢得罪，所以也趕快最後踩剎車。所以我才說。韓國人其實也是很聰明，難怪他們的這個演藝事業可以發展成這樣。也因為這樣子，我們看到一窺30年前的外交秘密文件，也看到現在韓國在對應它的一個措施上，雖然擁抱中國，但是在處理台灣的議題上還是很小心的。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耀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